会有一个特殊的效应，叫丁德尔效应。你说 Tinder 效应吗？交友软体的 Tinder 吗？Tinder effect 不是 Tinder 啊，但是它翻成中文叫做丁德尔效应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医美诊疗室，我是 Dr. Sean，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泪沟的治疗，用伊莲丝这个产品去改善我的黑眼圈。我以为黑眼圈就是打雷射就 OK 了。有些人会想说黑眼圈打雷射啊，或者是说用遮瑕膏去把它盖起来。但其实胶原流失太多的时候，眼下松弛就需要靠一些填补的填充剂，玻尿酸或者是伊莲丝这类的产品去改善我们的眼周。医师看起来没有泪沟啊？其实有往上看的时候，其实可以看到我的卧蚕下方有一块黑黑的黑眼圈，它是凹陷型泪沟。以我画这张图来解说哈，这个是眼球啊，那下缘的地方，下眼睑这个区块，这个叫做卧蚕。卧蚕就是我笑的时候呢，当然有一坨的地方啊，它是属于眼轮匝肌的肌肉的部分。那中间这一块区域呢，是属于眼袋的区域，它其实是脂肪。泪沟的部分呢，就是在最下缘这个条条长长的韧带的部分。那当我们最深层的胶原蛋白通通开始流失的时候，我们的韧带这条沟就开始松弛，那眼袋就有可能膨出或掉出来。再加上色素啊，还有阴影的关系，看起来就会整区都黑黑的，所以我们就俗称为黑眼圈。但眼睛下方的微整形呢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眼睛下方的皮呢非常的薄，在注射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注射的深度，这样才会看起来比较自然。有些人是说打完之后原本卧蚕就不见了。哦，对啊，它就是卧蚕跟泪沟的层次没有分清楚，中间的界限就不见了。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呢，就会先从最深层开始，慢慢的由深到浅，层层堆叠。就像在做可丽饼这样子，那慢慢的那个水位拉高，你的黑眼圈泪沟就会改善。之所以要由深到浅，是这样才会自然吗？对，基本上呢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打在太浅层，笑的时候呢，肌肉挤压的过程会产生毛毛虫，会有一个特殊的效应叫丁德尔效应。你说 Tinder 效应吗？交友软体的 Tinder 吗？Tinder effect。不是 Tinder 啊，但是它翻成中文叫做丁德尔效应。造成它的原因是因为太浅层的地方填了一块玻尿酸，那它没有散掉，那皮肤是黄色的，玻尿酸是透明的，照光一下会蓝蓝浮浮的，不自然。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当今天我的泪沟凹陷的时候呢，想要在这边改善，并不是只有单纯的填泪沟而已，还有外眼眶骨啊、夫妻宫啊、太阳穴区块，去做一个整体的支撑跟拉提，让这个眼睛下方的流畅度呢看起来是一体成型。那要怎么样打才可以更自然？要根据皮肤松弛跟结构凹陷的问题，去精准的拿捏剂量，量决定这个效果。那这样医师，你今天打，你大概是会打多少？今天会使用各1cc 去改善我的眼下凹陷型泪沟的部分。会有人左右需要的量不一样吗？会啊，因为我们通常脸型不是100%的对称。那假如像我自己的 case 来讲，我的右边是比较凹陷，所以我可能就需要1.2cc， 左边可能就0.8cc。那为什么医师选用伊莲丝？为什么不用玻尿酸？玻尿酸其实也是很好的产品，它其实是支撑性很好，但是它的问题就是说比较容易随着身体慢慢被代谢掉，长久来看就会形成有一些凹凸不平，或者是产生刚刚说的丁德尔效应。那伊莲丝这个产品呢，它有支撑性，也有长胶原的效果，所以它有 SG 型的刺激长2年的胶原蛋白，也有 MG 型长3年的胶原蛋白。长出来的胶原蛋白呢，就是我自己的肉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很自然。泪沟填补会很痛吗？没有想象的那么痛，听起来很可怕，就是会有针在你眼睛下面动来动去。但是我们注射的时候是从远端注射，然后会开一个小洞，钝针进去。那它前端不是尖的，所以不会戳到重要的神经血管，反而会避开，然后在最基底下填完就出去了。所以其实很快，大概过程3到5分钟就结束了。术后会肿胀或淤青吗？术后基本上会肿3到5天，因为伊莲丝它打下去，或者是任何的玻尿酸填充物打下去的时候，皮肤会觉得它是外来物，所以它会有一个暂时的发炎反应。这个发炎反应有时候是促进后面的胶原增生。那这时候多冰敷、吃消炎药消肿，
基本上消肿后呢，就会回归比较自然的感觉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也别忘记给我一个 like。那下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留言哦。我是 Dr. Sean， 这里是医美诊疗室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